孩儿携季氏拜见阿姨阿娘。慢着！三郎，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回来了。你要干嘛？三郎，今天是你二哥大喜的日子。大喜的日子？我看是你们车祸打劫的日子才对吧？说什么呢你？趁着季家夫人遭难落井下石，强迫季二娘子入府为妾，此番算计，那还真算得上是廉耻二字。三郎，你二哥成婚的日子不要胡说，快去疗伤吧！啊，伤着。哎，放着你！没事，王爷。成婚，我不点头，谁敢娶她？杨静兰，我娶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你算哪根葱啊你？不要，我不走。咱俩往哪儿去？谁还想拦？大可试试。你要干什么啊？三郎，你不顾及杨家的脸面，难道你也不在乎季娘子的名声吗？你可以带他走，但你想清楚了，今日出了这个门，季娘子的名声可就保不住。杨静兰，是我自愿的。今日我与你二哥成婚，虽然没有宴请宾客，但是杨家众人皆知。若是传了出去，我与杨家皆是民间不保。况且，杨家是为了救我阿娘，才应了这门婚事。我若毁约，以后如何取信于人？不必担心，谁敢多嘴，我割了他的舌头。你难道
堵得住全天下人的嘴吗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人言可畏。你若真是为了季娘子好，你就应该顾及她的脸面和名声。好，既然你已决定加入虎狼窝，那换个人家可好？什么？伦理何在呀？怎么能这样啊？这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此话何意？嫁给我，你愿不愿意？可是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没必要牵扯进来。你只管说愿与不愿。杨静兰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你这么做，我这脸往哪放啊？三郎，这个季娘子是你二哥娶的妾室，你这样硬夺硬娶，这传出去成何体统啊？你为过，他还不是我二哥的人。你们拿他的家人来做威胁，我可嫁过去的人是你们！你别胡说八道了你！明明就是他自己主动找上杨家的，要不是我阿娘劝我，你以为我愿意娶她呀？你们把他当做筹码，我视他做珍宝。今日我杨静兰必娶她。你不是乱了纲常啊！好了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伤了和气？三郎无非是担心我们觊觎季娘子的产业，又怕给二郎当妾委屈了季娘子，所以才想娶季娘子为正室，这样既能保住季娘子的名声，又能保住杨家的声誉。既然二郎不想娶，那就成全了三郎吧。红尘之中心海，风月中却潮来，情节有东西来拆。昨日岂能忘怀，当时一生嫁给我，我誓言未曾更改。天涯遥思彼岸，情难难双记载，这戏怎能被掩埋？繁华似锦常开，岁月无碍，愿余生不必。好。我娶你。算了，算了，你是来了没有啊？风霜当雪无爱，故里一生期待，看雪花风吹又归来。咱们出去说吧。好。医师，王娘怎么样？季夫人的病忧思过度，劳神所致。
待吃完我开的这方药后，会好受很多。多谢医师。赵家主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县令将季伯母从狱中接出来，还特意请了医师给她把脉。我特意过来看看，情况如何呀？这个，是这样，杨夫人前2日带着医师登门拜访，我也不好驳了杨家人的面子。此事跟杨家人有何干系？赵家主不知道吗？季娘子就要嫁给杨家2郎为妾了，这以后就是杨家人了。郎君，杨三郎回来了，说要娶季英为妻。杨静兰，久别重逢，也不赏个笑脸给我。这次要不是高方带兵及时赶到，我就死在路上了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伤得很重，你差点……我回来跟你斗底呀！我不过就是嫁个人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，没有你我也可以，我可以救出我阿娘。是，我们季娘子最厉害了，无坚不摧，叱咤风云。没了我，一样能照顾好自己。可是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若是没了季娘子，我就没人能给我倒杯水喝了。三郎君，三少夫人，该起了。好，你先别进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进来啊！哎，没有我们的允许，他们是进不来的。进来吧。奴婢锦绣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夫人命奴婢带着他们几个粗使丫头，在三郎君的院里侍候，听候三郎君、三少夫人吩咐。嗯。夫人，夫人，起来吧。谢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
杨家的规矩繁多，你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你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你阿娘救出来。谢谢你，杨静兰。不用谢，来日方长。哎，这雪呀，都把木板给染红了。如果不换这舱板呢，都没人敢坐我的船，真晦气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拿。够你换舱板的钱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麻烦你把当天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。成家立业，可如今你的业在哪儿呢？你一个大男人不觉得羞愧吗你？哎呀，专家，什么时候到呢？快了，你怎么不在船舱里再多歇一会儿呢？啊，这两个女人太闹腾，我出来透透气。行，差不多快到了，我进去看看他们啊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他杀了我夫人，快去报官！这么说，你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，是不是亲眼看的又能怎样啊？这船舱里总共就2个人，不是你阿娘杀的，还能是水鬼跳上来把杀的？平时你们船上点香吗？点香啊，点香可以驱蚊呢。但是这奇了怪了，自从他们上了那条船以后，这个香炉就不见了，真奇怪。脖子上的伤口，也是唯一致命的伤口。那这是凶器。这的确是我阿娘的簪子。啊，还有这边，这是你阿娘、姨母以及李峰身上的外伤。因为沾染的血迹，所以作为证物收存。可有什么不对？这2件不是血，是染料。染料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其实这个案子很简单，只是县令不肯查罢了。死者夫婿李峰和船夫于三儿，皆可证明，当日在船上，李徐氏与季徐氏曾发生过争吵，而船将靠岸时，他们2人进入船舱，发现死者已被季徐氏用发簪刺死。这人证物证俱在，季娘子，你说你阿娘冤在何处？与本官从实说来。民女有3个疑点，其一，根据于三儿的证词来看，他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，而是在李峰进去片刻后听到喊叫声，
继而看见我姨母满身鲜血地躺在李峰怀里。因为被李峰挡住，他可能都没有看到我姨母身上是否有伤口。船在江中，四面无人，这船舱内只有你阿娘和姨母，除了你阿娘，谁会动手？为何我们不怀疑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呢？李峰与船夫先后进入船舱，不过间隔片刻，他哪里来得及杀人？那2个人又为何不反抗？为何不发出声响？这也就是疑点2。若我阿娘真是杀人凶手，那为何当时也昏迷在了船上？也许是你阿娘杀人时不小心磕到了头，晕了过去；又或是你阿娘杀人后害怕的昏了过去。不排除这些可能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我阿娘是被人陷害，她和我姨母同时被迷昏了。你说的不过都是猜测，并无实证啊。民女有证据，还请孟仙灵过目。这里面是我在于三儿的船上发现的香灰，我已找了医师验看，里面有曼陀罗等令人昏睡的药材。仙灵若是不信，也可以另外再找医师验看。你说是从船上发现的，就是从船上发现的吗？诸葛先生，等一下。孟仙灵，杨督察身体不便，着在下与牵牛卫协助杨三少夫人查案。在下亲眼所见，这香灰的确是从于三船上发现的。此事无关紧要，就不劳杨督察费心了吧？孟县令此言差矣啊！这暗中的苦楚，可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怎么就事不关己业了？不过杨督察相信您一定能够查清楚真相，所以无意插手此事。只是凶手公然杀人，胆大包天，想来这背后必定是有人。杨督察派在下前来，只是想告诉督察夫人，您的背后也有人，不必怕他。就算是在船上发现的又如何？你如何证明这就是那船夫当日所点？你阿娘又是闻着这迷香昏迷的。确实如此啊，何以为证？无法证明。你没法证明，拿出来说什么呀？但是民女有第3个疑点，望县令容禀。我不容你禀，有不禀了？这3件外衫是案发当日我阿娘、姨母还有李峰身上的外衫，孟县令看看上面的血有何区别？血衣不同，有什么可看的？本官不看。好，那就请诸位看看，这衣服上的血有何不同？耶，那件的颜色啷个不一样哎？这味道也不相同啊。继续式的衣服上的血腥味明显更淡一点啊。因为它有的是血，有的只是染料。我阿娘身上这件，大部分都是染料。你们家可是染户，你娘衣服上有染料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可我姨母并非染户，为何她的衣衫上也是染料？李峰的衣服上为什么只有血迹，没有染料？季莺莺，你说这3个疑点，就算是真的，可与本案的真相毫无关联呢？自然有关。这3个疑点串联起来，就说明我阿娘不是凶手，而真正的凶手是他，李峰。满口胡言！从一开始，李峰就设好了这个局。那天在船舱里吵架的，并不是我阿娘和姨母，而是李峰故意滋事，让船夫听到声音。同时，他在船舱角落点了一支迷香，并借故离开。李峰离开不久，我阿娘和姨母就都昏过去了。船舱外的李峰故意拉着于三说话，快了，你怎么不告诉他刚刚船舱里是我阿娘和姨母在吵架，制造我阿娘的杀人动机。等到船快靠岸的时候，他便假惺惺地去船舱内喊人，这时才是他施展障眼法的时候。
帮忙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便大叫一声，把于三儿引来。杀人了！等到于三儿来到船舱内，便下意识地认为我姨母已经死了，而凶手就是拿着簪子的我阿娘。等终于有人可以为他作证的时候，他再痛下杀手，将罪名嫁祸于我。一派胡言，简直是荒谬至极！蒙大人，他在血口喷人！杨三少夫人，你的推断确实很有趣，可惜呀，除了死者的血遗之外，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是李峰杀人，而你娘杀人的证据确凿。本官依然要判季徐氏。孟县令，请慢。李峰，你猜我为何如此笃定你就是凶手？我还有一个人证，他亲眼看见李峰杀人。人证？草民于三愿意作证。大人，小民有罪，小民不应该知情不报。当时在船上，李峰让小民报案，小民本想速速划船，但又怕将来此事牵扯自己，就想进去跟李峰说说。谁知我这刚一进去，就看见他用簪子杀死了自己的夫人。你胡说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？于三，当时你为什么不说？你知道作伪证同样有罪。大人，小民只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而且此事牵扯到什么，您是知道的，小民哪敢说呀？怎么可能？若是没人看到，我又怎么会想到去看衣服上的血迹？我又怎么会推断得如此毫无差错？不可能！我动手的时候明明回头看过，没有人，根本没有人。孟县令，他招了。季莹莹，你诓我！比起你栽赃陷害，人面兽心差远了。季莹，你好大的胆，竟敢勾结证人，公堂作伪，你该当何罪？要罚也应该先罚凶手。李峰杀害发妻，栽赃陷害，罪大恶极。难道孟县令要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吗？难道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吗？花郎君，众所周知，蜀锦染丝唯有在浣花溪中漂洗过，才能色艳有光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蜀锦。浣花溪就是染户的命。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您，您要这样毁了我的生路。哎，你没得罪我，你得罪的是国舅爷。如果再允许他在这儿洗丝，国舅爷就会认为我们是一起的，保不齐哪天就来找我们的麻烦。敢问，谁能顶得住国舅爷的怒火啊？这浣花溪数百年来都是各家共用，他不姓花。哎，我没说他姓花，我是为了大家的营生，我们花家甘愿做这个恶人。陈三郎，你干什么呀？他家的丝我买了，我换我自己的丝，你管得着吗？我也买一点。哎，剩下来我归我了。我站住，站住！你们当我是傻子是不是啊？我都说了，不许季家人在这儿洗丝，就是不许洗丝。你们要是敢帮的，你们都给我滚蛋！我踹死你！好了。哎呦，不让你们洗丝，定是花想荣自作主张。花掌柜若是知道了，他肯定不会拦着你们的。他想孤立的只有我。哎呀，乌龟炖王八都憋着一肚子坏水呢。那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就是想借着这个事儿压我们的价格。她要不压的话，我陈豆给你倒着写。三郎，去火的，吃点吧。我不吃。哎、大郎，你那盒子里都是药啊？对啊。你们别看我长得壮实啊。我的意思是，其实我从小身体就不好。我阿娘说了，药一定要常备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瓶是舒心活血的，
这一瓶是护肝养胃的，这一瓶是安神养胎的。养胎啊？哎，你阿娘对你要求好高哦。不是，药不分男女，都是有用的，你们都吃点。我要养胎的爪子。三郎吃点药吧。哎呀，我吃什么吃啊？我想吃他的脑壳，我想啃他一个金光灿烂，啃他一个四脚朝天，啃他一个七荤八素。此事是因我而起，是我连累了大家。哎呀，你这说的又是什么话呀？那每一次都是你拖着花想容，咱也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啊。哦，便是再有一次，咱也不能看着你们受欺负。就是。各位儿郎如此有血性，可敢一搏？怎么搏？你们知道花家为什么敢这么欺负我们吗？哎，因为我们是小染坊噻，势单力薄。花家又是城里边最大的染户，他吃肉，我们就只能跟他喝点汤。你说我们哪一个不需要靠花家牙缝里露出那一丁点订单过活哎？那花家为什么又要将订单分于我们呢？因为我们的工价便宜啊，比他自己在招工扩大染坊那要划算多了，而且他已经习惯压我们的价了。不仅如此，你们看啊，花家的靛青丝多半是朱小娘家染的。他在我家常订的是各种绿丝和蓝丝，而分于你陈家的订单多是石样锦和凝叶紫，你家是红蜘蛛，你家是松花与沧浪。我们各家染坊虽小，但是各有特色，许多颜色比花家染坊染的都好。只是我们的丝都是经花家出手，外面的人只知道花家染坊，不知道我们这些小染户罢了。所以呢？所以，如果我们各家联合在一起，那就等于是一个大染坊呀。那我们就可以有接大订单的资金和人手。日后我们再把名声打出去，那我们就不愁接不着订单了。有了订单，我们就有了底气，有了底气，我们还怕没地方洗丝吗？不是你这话说的容易啊，打出名气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。就是，那些大染户哪家背后没有人啊？就是，你就说咱们无权无势，怎么跟人家斗？就是，而且我们站起来了也会被打趴下的。就是啊！哎呀，事在人为嘛，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成啊？哎，风筝，哪个傻子现在还有心情放风筝啊？各位，这件事情呢，大家先想一想，想通了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陈三哥，我的丝麻烦您帮我看一下，我去看看哪个傻子在放风筝。哎，傻子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他怎么就爱跟傻子玩哦？就是，你才傻子呢！哎。哥哥，你今日怎么有空出来啊？你的景治都如何了？别以为给我点甜的便能护你不住。你跟14郎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我还特意给你拿了药。这么看下来，你也没受伤啊。我就说嘛，那你跟别人冲突，一般受伤的都是别人才对。谁说我没受伤？伤在里头，你得凑近了瞧瞧。哪里啊？我就知道你骗我，那染料的味道我都闻见了。不是说怕红色吗？怎么还往脸上抹呀？我只是怕流动的红，像血水一样涌动的红，不是什么红都怕的。好了，说正事儿吧。我呀，打听了一下桑14郎，他的姐姐是宫中正得宠的妃子，他的阿耶暂代警官一职，其他儿女都事业有成，唯有他不学无术，游手好闲。那他平日里都好做些什么？他干什么都学艺不精，但我有一样，很是强项。
什么？叶子牌。叶子牌？这生的都给人往上端呐！掌柜的，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老子非得怎样？老板娘是吧？碧玲珑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给你换盘熟的。今天必须得给我个说法，至少得赔钱吧？嘿嘿，对，不赔钱也行，至少你得陪我喝一杯吧？啊？可以。你敢去我这儿，为何将月不还？酒色同香，酒客月落，家不还，概不赊账，当月不还，家难还。能吃就吃，不吃就滚！你们这是黑店，你给我们吃这些臭鱼烂虾，要吃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衙门告你去吧！昔日王相出任西川节度使时，曾于酒馆用饭，亲口大赞这愉快。花落金缕明玉镜，不逊风月过江南。王相大家称赞的，客官却不屑一顾，说这不是人吃的东西。如此诋毁王相，也不知道到了衙门，那板子会先打谁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若是你，便乖乖把钱付了，赶紧跑回家躲起来，等这事儿大家都忘了再说。我再也不来了！我再也不来了！打扰各位雅兴，今日一应酒品，通通9折。谢于掌柜，谢于掌柜。来，我们来壶酒。来了。这王相什么时候夸过我这儿的愉快啊？我瞎说的，反正他们平日里也见不着王相，就算是见到了，他们也只会问功名，谁会问这等小事？找有事儿。你听说我跟桑14郎的事儿了吗？英名远播，既享娘子不畏强权，勇斗恶霸国舅爷。想不想一起英名远播？地盘借我2天，再借我点钱呗。借钱？你看我这店冷清的，一天到晚没几个客人，我哪有什么闲钱借你？你就先借我保你接下来店里坐满客人，日进斗金。你是有法子对付花家，还是对付桑14郎？借力打力，谁还不会？哎呀，承让啊！主王高进，自愧不如。承让。还有谁要一起玩的吗？是你，你就是赌王啊！来，跟爷赌一把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啊？你可知我为何要赌钱？为何啊？因为我在浣花溪得罪了国舅爷，花家怕被牵连，不让我去洗边洗丝。我们家染房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我只能靠此赚钱养家。这爷哪知道？算了，爷这脾气发了也就算了，这没想到他们花家借着爷的名气为难你。哎呀，回头再说，咱先赌一把。不赌。你。行，你跟爷赌一把，无论输赢，爷都告诉花家不跟你办见识了。当真？爷说话算数。
来。赌大小，不限轮次，每局20文，直到把对方桌上的钱赢光为止。依你。7万贯。8万。哇！哎呀！哎呀！季娘子牌技果然了得，10次便能赢8次，的确了得。想赢便赢，想输便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吃点东西再喝，免得伤身。看你这衣裳，不靠杨家也没挨饿。多年未归，没想到第一个认出我的人，竟是阿姐。一日3餐，一日千里，走马江湖，自在快活。来，阿姐，有劳阿姐挂念。阿姐的酒还是这么好喝。少叫我阿姐，显老。行。晦气，歇会儿。国舅爷，我都认输了，你就让我回家吧。那不行，爷还没玩够呢。来，再战300回合。兔崽子！这个兔崽子！老子刚回来，你就跟我惹事！你还抢夺别人财政走钱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哎呦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给我下来！我不下，我下去你肯定打我！哎！桑长史，您误会了，我与国舅爷在这儿不是为了赌博，是为了吸引人潮，好做生意。什么生意？啊？什么生意？快给我阿爷说说什么生意？本来也没想现在拿出来的，既然您问了，蒋六郎君，把东西拿上来吧。哎，您看，这是我们染丝会做的叶子牌荷包。叶子牌做荷包，闻所未闻。这可是在雷祖娘娘面前祈福过的，都是有寓意的。您看，万贯，它指的是家财万贯，恭贺商户日进斗金的。这个是锁子，说的是上下求索，寓意读书人早日登科。您看这个文钱是文思极勇，前途无量的意思啊。哦，这个厉害了，10万，这可是14郎点名了要先送给您的。送给我？啊，是阿爷，阿爷，这是送您的，我给您带上。这10万便是万10，谐音万无一失，是祝您身体健康、长命百岁，是14郎的一片孝心。这小玩意儿瞧着不错呀，小娘子，什么时候开始卖呀？若是大家喜欢，我们染丝会那就尽快的把它做出来，好吗？程三郎君、蒋六郎君、盛大郎君。对啊，是啊，就是。哎，染丝会。哎呦，您出门这几日，国舅爷体恤我们西边人家疾苦，团结我们成立了染丝会。这叶子牌荷包就是我们的第一笔生意。国舅爷是我们的名誉会长。
我们在这儿玩叶子牌，也真的不是为了赌博，就是为了想要把这个名声打出去。你当真是在干正事儿？是啊，阿姨，这回您真误会我了。桑长史，您真误会我们会长了。啊，会长为了我们殚精竭虑哦。误会了。有点意思。别欺负人，也别让人给欺负了。阿姨慢走，慢走。哎，诸位客官，若是喜欢我们冉思慧做的这个叶子牌荷包，现在便可以下订单，前50人半价。桑长史身上那款工艺复杂，可能现在没有这么多，只有30只，先到先得。我来。我跟你说，想要的话到我这儿来签单啊！啊，你是不是在利我爷呀？是啊，是啊。我们本来就在这儿卖荷包的，谁知道你会来，更没料到你阿爷会来呀。那你过几日你可以跟你阿爷说，你不想做这个名誉会长了，那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那不行，这官儿爷当上了还能还给你怎样？可是做我们的名誉会长是要帮我们做事的。爷不能做事吗？那试试吧。作为名誉会长，可有我的好处啊？嘿呀，杨老三，当然有，来，我给你找，来。我想与季娘子赌上一场，谁若输了，便应对方一个条件。好啊！哎，十四，你是什么会长来着？名誉会长。难怪没人听你的，徒有其名，没有实权。该不会他从一开始就是在诓你吧？你看啊，你阿耶为何来得这么巧？这么巧，他们就是今日赌。我与你赌。季娘子，不如我们换一种玩法，一人3张，一起赌，这样快些。行。季娘子，请吧。哇！这不小了。输定了，杨老三这一锁，怎么比得过人2万块？季娘子，我这牌可有问题？杨三郎君技高一筹啊，我认输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。我想到季娘子家中好好拜访。你怎么老是想去我家？这件事情能如此顺利，还多亏了你们。我们？哎，听说没有？那不对呀，益州点6只。来了个新的叶子牌赌王，百战百胜，从来没有败过，打遍益州无敌手的国舅爷。我看跟他一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，那肯定的呀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到去见他。桑长史，国舅爷非逼着人跟他赌钱，不尽兴就不能离席，您可得主持公道呀。我去看看。做叶子牌荷包啊，我婉婉还有好几个人，我们熬了好几天才赶出来的。哦，用桑十四最喜欢的叶子牌，把他骗过来与你赌钱，再把桑长史引过来官帮教子，让桑十四不得不被咱们按到头当了那个会长，环环相扣啊！厉害啊，高明。只有一点不明白。
你真的是赌神吗？扒锁子。嚯，嘿，5万贯，7文钱。哇！其实他们每张牌经过手汗、酒气、茶渍的磨损，在颜色上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。我就是靠变色记住牌的。行吧。哎，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呀？那自然是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喽。这个月只是灯油钱就这么多啊？这可不行。省着点用，早点把钱还上，这样英英也不用那么累了。吓死我了！又想偷溜出去？你真要见那上回啊？阿兄，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一个时机。这次桑14的事是我闯祸在先，但是是危机也是机会啊。我如何不晓得这次得罪了花掌柜，日后他必会报复。但即便我们不惹他，他就不算计我们了吗？都说花家背后的势力深不可测，我不晓得他们背后的人是谁，我也不晓得他们有何图谋。但是做生意就像赌叶子牌，你若猜不到对方的底牌是什么，那只能让自己的底牌变得更强。所以，阿兄，求求了。谢谢阿兄。这几日你多囤一些染料和丝线，除了花家以外的订单，哪怕赚的少一些、量少一些，也尽量接下来。又要干什么呀？以防万一而已。我跟陈三郎他们已经说了，但是平儿家里最近怕是不愿意让我跟他来往，劳烦阿兄跑一趟。囤染料倒无妨，可花掌柜霸占着浣花溪，本就无处染丝。阿兄信我，很快咱们就有地方洗丝了。季莹莹，阿娘，哎，岂有此理！竟敢抢占地盘，不让咱们染丝会洗丝。那是之前，这不是您来了吗？我看他们谁敢。放心，只要有爷在，爷罩着你们，看哪个敢找的麻烦。自然自然。来了！金人他们过来了。从今天起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我们都要在这儿洗丝。你这个吃软饭的老总赘婿，还不赶紧滚回去给你婆娘洗脚去啊！嘿，你们这帮死小子，反了你们了！我阿爷说了，要多动脑子，少动手，要学会以理服人。今天主打一个以和为贵，以理服人。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哎，等等，我告诉你一下，咱们从今儿个起是国舅爷罩着的，你动一下我们试试。我告诉你，在西上，我是这个国舅爷就是个屁，还国舅爷，给我打！你敢骂国舅爷？国舅爷，咱还以理服人吗？敢骂国舅爷？国舅爷，我真不知道是你国舅爷。打！
就是他们在西边东闹事儿，走路住手！你给人看看，坏没坏？都出血了，都出血了！出血了！华小荣，你好大胆子！你给当朝国舅爷都打出血了，你好大胆子你！国舅爷，我真不知道是你，要不然借我100个胆我也不敢呢。他不仅打你，他还骂你。你闭嘴！骂你了！你闭嘴！我想起来了，你骂我是个屁！我告诉你，他还骂你是坨屎！你还骂我是个屎！你是不是活腻了？闭嘴！阿姨，你给我闭嘴！不是他打出血了都！跪下！我叫你跪下！还嫌不够丢人是吧？啊！你跟我过来。是。您是知道的，只有在浣花溪洗出来的丝织成的蜀锦，才能色泽艳丽，历久弥新，才是真正的蜀锦。多年以来，各大染户强行占地，向来民不举，官不究。如今西边的事儿被国舅爷挑了起来，这日后怕是被有心之人利用。娘娘在宫中正蒙圣宠。那些嫉妒之人，若是在宫中找不着法子，定会从宫外下手。若圣上听闻娘娘的家人因为娘娘得宠而嚣张跋扈、寻衅滋事，那会如何看待娘娘？有心之人，不就在老夫面前吗？莺莺确有所图，但是正途。您可知是谁把国舅爷引到西边纵马的？看来您是知道了。你有何不同？我能教14郎君改邪归正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儿郎。就凭你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想来我季家如今是何光景，莺莺是何为人，长史上次一见之后，想必已经调查清楚了吧？浣花溪辣娘子，本官就是看在你还有几分担当。说吧，你想怎样？这事儿是因为在浣花溪抢地盘引起的，牵扯蜀锦便格外敏感。可若这浣花溪本就属于大家，不允占地，那14郎君只不过就是去西边玩，打了个架罢了。你是说，只求长史能立新规，道明浣花溪各家共用，不允占地洗丝。你觉得我立了，他们便会听吗？哪家在西边染丝占地的大户背后没有人呢？您立了是您的态度，他们不听是他们藐视律法。我立了，就代表你背后也有人了，他们至少可以不再敢赶你，对吧？我相信啊，只要你努力，一定可以让季家重回当年荣耀。这是我自己绣的，送给你。怎么，你不要？你嫌我绣的丑？我表现的这么明显吗？赵修元，给我。不给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怕我做不到腰缠万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你这个吗？因为你不缺文钱，你本就文思泉涌，前途无量。你也不缺锁子，不缺10万，因为你本就上下求索，万无一失。钱是没有了，送你幅画吧。
中无朋，可云层翻涌，分明让人感受到鹏飞九天之姿。花中女子独立船头，以窈窕中自成风流。谁说女子不能长风破浪，不能意气风发？只是这个女子的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扶摇直上9万里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原来赵二郎君也会说这些奉承话呀！我们将这话织成锦吧。这云、水、船，还有这女子，若是认真的话，不难织出，只是很难织出整幅画的浩瀚之感呢。若是用5重梭呢，增加更多的混色，黑白丝搭配树木不同，便可交织出深浅不一的灰色，可以用作云霞和水浪的阴影。阴影不错，但是若只有黑白的话，会显得整幅画死气沉沉。用平稳和斜稳交替织，这样才有可能织出大自然的流动之感。用主色树木增减来过渡色彩流动，用平斜断为基础，织出凹凸之感，再用不同的色彩凸显明暗变化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的有可能织出整幅画的浩瀚之感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调丝配色，我绣出来先试试。哎，你不是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吗？那件事现在便只剩等了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事啊。来吧。夫人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丢了花家的脸。可我原本就想借那个顽固的手教训一下季家，可没想到最后被季茵茵得了便宜。过来。坐下。夫人，我知道这回我大意了，所以大家打输了。下回我一定给他们好看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别自己动手。就你这身板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。轻点，夫人。夫人，别生气了，我一定听你的。一会儿去给我备车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夫人是要去见主人吗？现在还用不着主人自己出手，随便弄出些动静来，让桑长史冷静冷静。看季娘子这脸色，是不欢迎杨某在此。不过可惜了，愿赌服输，你该不会要食言吧？自然不会。杨郎君，那边请。借过，借过，借过！你跑哪儿？杨某读书少，但也知道这邪路是不通正常的。您有所不知，我季家的规矩是越尊贵的客人越要在僻静处招待。郭奎，你可不许咬它哦，小心哦，它有毒。你叫郭奎？果然，狗也怕恶人。英英，阿兄，这位是
在下杨三郎，是季娘子尊贵的客人。萍水相逢。